大家好，我是圣经小牧师。请问你们是否有过这样的经历，在学业、婚姻、工作和信仰上徘徊不定呢？或者有时觉得自己不够聪明，不够配得到上帝的关注呢？亦或是有时犯了错，不敢回头，不确定上帝是否还愿意理我们呢？今天我想和大家分享一个来自上帝的温柔有力的应许，诗篇32章8节，我要教导你，指示你当行的路，我要定睛在你身上劝诫你。这节经文是一句来自上帝的亲密承诺，不是遥远的命令，而是贴近人心，充满关怀的引导。这节经文极具温柔与权柄，仿佛是天父慈爱的低语，也像是领航者坚定的承诺。让我们从4个层面来理解这节经文。1. 我要教导你。我们都在人生的路上，有时光明，有时黑暗。很多时候，我们感到困惑，不知道哪条路才是对的。该继续前进，还是停下来？我的选择会不会带来后悔？而这节经文中，我要教导你，是上帝对我们说的承诺。请注意，这里的主语是我，并不是你自己要去摸索，而是上帝亲自承担了教导者的角色。这是主动的承诺，不是你来找我，我才勉强指点你，而是我要亲自教你。我们可以看出，上帝不是冷漠遥远的神祇，而是一位主动愿意教导我们的父亲。他知道我们在人生路上常常迷失、迟疑、走错，甚至偏行己路。所以他应许，我不会袖手旁观，我要亲自教导你。2. 指示你当行的路。如果说教导是让我们明白真理，而指示则是告诉我们该怎么走，两者并不一样。教导是真理的内容，指示则是具体的方向，应用在现实生活中的决策。而且上帝是主动引导者，不是旁观者。比如说，上帝不是只教你应该爱人，他也会告诉你如何去爱那个现在很难爱的人，不是只告诉你不要怕，也会带你跨过那段黑暗的旅程。这句话表达了一种安慰，在最难抉择的时刻，不是你一个人在试错，是上帝在为你指出方向。这给我们一个极大的安慰，你不是独自上路，也不是靠自己猜路。上帝愿意介入，成为你最有智慧、最贴心的引导者。3. 我要定睛在你身上。这句话非常动人，不是偶尔看你一眼，而是定睛。这说明你并不是人海中被忽略的一个。你有没有这样的时刻，想要有人了解你正在经历什么，在迷茫或失败时，渴望有人关注你，而不是你自己苦苦承受。在关键时刻，有人能看穿你外表的平静，看到你内心的挣扎。这节经文的定睛，就像是一句深情的承诺，我不是偶尔看你一眼，而是一直注视着你的一举一动。当你做决定时，上帝不是远远的旁观，而是全神贯注的守候。当你害怕犯错时，他不是责备，而是引导。当人都忽略你时，上帝的眼目时刻关注你。他并不是为了挑你错处，而是为了看顾、引导、保护你。就像父母带孩子学走路，不是说一声就走开了，而是全程盯着孩子的一举一动，防止跌倒，适时鼓励。你可能以为自己无人看顾，其实你每一个选择，每一次挣扎，上帝都在看，都关心。4. 劝诫你。这是上帝在爱中带着提醒，恩典中带着方向。很多人怕劝诫这个词，觉得这代表批评、定罪、不被接纳。但在这里，劝诫的原文其实是温和警告、耐心引导的意思，就是温和的提醒，出于爱心的劝导，像朋友、父母、老师一样，在你还没彻底迷路前，把你唤回正道。不是训斥，不是责罚，不是讽刺，而是一种充满怜悯的提醒与引导。上帝不是冷冰冰的下命令，而是站在你身边，耐心劝说你走正确的道路，愿你少受伤，多得福。这是一位恩慈又严谨的老师，一位深情而有智慧的父亲，一位忠实贴心的朋友，在你旅途中说的话。他的劝诫是出于爱，是盼望你能成为更好的自己。
那么，这节经文如何回应我们的人生处境呢？你是否正在面临重要选择，比如工作、婚姻、未来方向、内心挣扎？这节经文就是一个应许，你不必独自决定，上帝愿意指示你当行的路，而不是你以为应该走的路。或者，你是否觉得自己被忽视、无人理解？这节经文说，我定睛在你身上。你不是边缘人，也不是无名小卒，在上帝的眼中，你是他亲自看顾的孩子。又或者说，你是否因走错路而自责、后悔？我要劝诫你，意味着你不是没有机会回头。只要你愿意听，上帝愿意引你重回正路。这一句经文是给正在寻找方向的你一盏光，给感到孤独的你一个注释，给不知所措的你一句温柔的提醒，给内心挣扎的你一份从天而来的智慧与安慰。这是一节我们可以牢牢记住，每次迷茫时反复默念的经文。当你走在人生路上时，不妨停下脚步问一句：我现在走的是上帝指示我当行的路吗？若你愿意信靠并聆听，那位说我要教导你的上帝一定不会沉默。他会温柔而坚定地带你走，不只是正确的路，更是通向安稳与盼望的路。所以，即使在你生命中最黑暗、最无助、最孤单的时候，请不要忘了诗篇32章8节的应许：我要教导你，指示你当行的路，我要定睛在你身上劝诫你。上帝不是遥不可及的神，他是时时刻刻关注你，愿意引导你的父亲。你不是一个人在走这条路，他不会丢下你不管，也不会让你独自承受一切困惑。他正在教你、带领你、看顾你，也劝诫你走最蒙福的路。愿你感受到这份来自天上的爱与引导，也愿你成为别人生命中的祝福。如果你想起了正在迷失方向、感到孤独或痛苦的朋友，不妨把这节经文和这段解释转发给他。也许你的一个动作就能成为他们人生中的一道亮光。我要教导你，指示你当行的路，我要定睛在你身上劝诫你。愿这句来自天上的声音也进入你和你朋友的心中，带来希望与指引。愿耶和华赐福于你，赐你平安。